市将于今日正式归于纪氏集团名下。签约酒会兼新风潮电装派对于今日在安市老宅举行。纪氏集团总裁虽为女友戚瑶也将出席本次活动。季总到了吗？季总10点整到，应该快到了。时间刚刚。没想到，纪氏总裁季祖成，优雅完美的男人 ，My lady。季总。签约能准时面试吗？已经问过了，对方还在路上，需要延期吗？1分钟也可以。哎，季总，顺便采访一下吧，这1分钟。又来了有事，40秒。如果您非要采访的话，季总的40秒市值50万。布丁，准备行动。来，不能行动。安哲九奇奇怪怪，一个回自己家也想做贼的奇女子。欢迎大家来到纪氏与安氏的合作签约酒会，预祝这次的酒会签约成功。Cheers！ 安氏也是够大方，极光项链可是有市无价的宝贝，就要送给纪氏了。纪氏给的钱够他挥霍好几辈子了，可不得感恩戴德。极光项链是我妈的义务，当然要抢回来。我找到了，果然是他成为代理董事的。安振国还没来吗？还在路上，还没到呢。浪费时间。哎，徐总，安总临时有事，我现在是他的代理，事不宜迟，开始签约吧。妈，你的遗产我终于要拿回来了。舅舅，你快点，有人来了。极光项链失窃了。时间宝贵，我们继续。哦，我刚刚去厕所还没回来，都这么久了，这……先找到奥。小偷往那边跑了。哦，好。果然是我的好大儿。妈妈，你这画的什么地图呀？还没有我画的好吗？您这是纪氏的小少爷吗？我是吗？我找到少爷了！救命啊！布丁，布丁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抱歉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完了，要被抓住！季总，这查监控，好，抓住他。走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，得赶紧换套衣服。布丁，还换了套衣服。不是布丁，要迟到了。阿姨任务完成了，有什么情况？季总，是小少爷。啊，你去哪儿换了套衣服啊？大叔，你哪位？你爸。大叔，你怎么乱认儿子呀？哎，你是不是因为赌气不认爸爸了？小少爷可能是被刚才偷东西的坏人吓到了吧？完了，不能偷东西的坏人没见过呀。爸爸刚刚吓死宝宝了。宝宝？爸爸，抱抱。抱抱？小少爷之前从来不让人抱。哎呀，我肚子疼。哎，小少爷，我陪你去。快到了！好险，我差点被抓。你们怎么这么慢？东西到手了？极光项链不见了。丢了？谁比你们先下手？我也不知道，说是玩火族啊。完了，有监控，我要把你给杀了。没事，早删了。真的？还是你靠谱。回家，走了，布丁，回家啊！放心，季总，全方位无死角监控，一定能找到他。哎，监控呢？被删除了。喏，就是他偷了极光项链。啊，画的不像吗？像。累死了，终于到家了，折腾了一天。
你不是说只有3岁小孩才玩这些吗？你今年都已经6岁了。6岁小孩子的话你也信啊？哇，太离谱了！这么多习题能做得完吗？这就是傲傲，真的一模一样。难道我和傲傲是亲兄弟啊？你说到底是谁呀、和我一样冲着极光项链来？他们是图财呢，还是有其他目的？反正20市场一旦买家消息，我们第一时间就去交易。既然有人故意拿走项链，极就肯定会光项链露出马脚。他们不是绑匪，是小偷。对，好可怕！我不管，我妈的遗物一定要抢回来，我还不相信了。嚯，季简真盯上你了！你不是把监控删了吗？单刀划的是你啊！我去，进城把我画成这样，我以后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至少天马路上我妈都不认识我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这两。个猫谁呀、这有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赶紧把外卖点了吧，我饿死你。们吃什么？还是老三样？毛血旺、螺蛳粉、臭豆腐。外卖高油盐高油脂，容易引发胃炎、便秘、脂肪肝、糖尿病3高。我说的不对吗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你以前不是最爱吃这些了吗？只是我吃腻了。这样吧，手机给你，你来点。我要打给沈叔叔，让爸爸来救我。这是布丁吗？真的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真的是我妈妈吗？哦，怎么了？妈妈，我想你了。哎呦，我的宝宝，怎么了呀你？这也没法说。调查一下安振国，还有最近和他联系的人。那个女人很熟悉安氏老宅。对了，再去一个。妈妈，抱抱。哦，你最近怎么这么爱撒娇啊？哎呀，不能让他抓到妈妈。上次出门差点走丢，不，嗷嗷差点成挂了。那你以后不许乱跑喽。哇，那是什么？辣手摧花。通知一下花艺，让他们明天来。那就只能是心理问题，性格突变，爱撒娇。我觉得可能是学习上的压力太大了，要不然我给孩子开点药。我肚子疼，想上厕所。耶，我走喽。你看，就这样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眼熟？你换了套衣服，我就不认识你了吗？哎，医生，这平时话痨的小孩突然不说话了，是什么原因？肯定是在学校的压力太大了。现在双减没压力，那就是在学校被人给欺负了。只有我可以欺负别人，别人不能欺负我。你们这些做家长应该多关心孩子吧？我是个独立自主的小孩，不需要人陪。你看，他是不是特别奇怪？这种情况要不要吃点药？吃药不好。哎，这镜子还能换装吗？你是布丁，你是嗷嗷，你是我弟弟，你才是弟弟。季总，你好，这是我们安设计工作室的商业计划书，请您过目。哦，我们家童装设计师在国外已实小有名气，社交平台粉丝也突破了1000万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。安九九，我这正忙着呢，回去再说。安九九，他居然活着回来。季总，安九九，安九九，我跟你说，你听见没？我带嗷嗷看病，下午会议改期。居然敢挂我电话！看不见我！这位小姐好像在哪见过。那就对不住了。果然是你，这个小偷！我没偷，那东西本来就不属于安振国，你们私自处理我妈的遗物，还污蔑我是小偷。我刚刚好像没有说丢的是条项链吧？果然是你。喂，通知一下安保。哎，你有话好好说嘛！我那项链不是我偷的，我去的时候项链已经没了。你听我说，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儿子，你叫谁儿子呢？妈妈，我在这里。
照说明书上的骗，我来教你。说明书上的多没意思，我这个大怪兽才牛。不是，这报告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很匪夷所思，但您二位确实是那2个孩子生理学上的父母。哎呀，我居然跟这个人。 舅舅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居然跟这类人。季锦晨，没想到吧？你也有今天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就是你，当初抛弃我们母子，我跟布丁出车祸，差点都死了，你良心不会痛的吗？哎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！当初可是你先抛弃我们季总的。哼，不可能，我失忆了。我也失忆了。哼。 季总，你要想编理由，好歹也自己也编一个，别抄我作业。所以你承认你是编的喽？我，女人，满嘴谎言。你才傲慢自大刻薄呢！当初肯定是我失误，不了你，把你甩的。所以你承认是你甩的我喽？大坏蛋，活该被甩，2个都不是好东西，不要 face。你们说过了没有？果然是骗，2个都不是好东西。 哎，小孩子别看这种无脑剧。小孩有观剧自由，看一下怎么了？慈母多败儿。你还伪科学教育呢？拿来，拿来啊！拿来！干嘛？给我！你我要看电视，不行，学习时间到了。哎，别看我头！把玩具给我！哎，别动我手指！哎，结婚真的是太可怕了。 说吧，多少钱可以放弃布丁的抚养权？我妈才不会卖子求财，当然不会，得看我爸出多少钱。你作为一个妈妈，带着孩子偷东西，你配当一个妈妈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极光项链不是我偷的，你才不配做一个爸爸呢！医生都说了，熬学习压力太大，都不知道你在家怎么虐待孩子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午饭时间到。吵架了还能中间休息的？相应的时间就该做相应的事。哎，他们都是坏人。对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儿子跟这种人在一起。走，吃饭去。吃吧。妈妈，我好饿。嘿，还是傲。爸爸，保姆不在家时，我们还是点外卖吧。外卖不健康。完了，没饭吃。妈妈，我好饿。饿了，等妈妈10分钟，好不好？气，有饭吃，还是我机智。哎，我这一会儿要盛汤。这里是我的厨房，你搞得这么乱，这不挺好吗？饭好啦。哎，卖相还不错，好不好吃啊？嗯。总觉得这场景以前也经历过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跟他？开饭喽，吃饭吧。啊，布丁。哎，季总，您还是吃沙拉吧，健康啊。啊，快尝尝，好不好吃？你喜欢吃哪个菜？布丁你也吃，好不好吃啊？哦，你想跟妈妈一起生活吗？但是我舍不得爸爸。你们一起住在这里。联系律师，我要布丁的抚养权。另外，我最近在家里办公，防止他拐走啊。进。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住在这期间，我们的生活 AA 制，我负责自己的花销，房租我按市场价给你。
没关系，我爸很有钱的。那也不行，毕竟我们不是一家人，还是分清楚一点比较好。我是孩子的爸爸，你是孩子的妈妈，我们勉强算是一家人。大柱，我跟孩子们算是一家人，可你可不算。从今天起，2个孩子我负责照顾，但听清楚，只是孩子，其他人自理。好啊。另外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在找回记忆、搞清事情原委之前，我不干涉彼此的生活，而且不能跟任何人透露我们是同居的关系。更有此意。那么，我住哪儿？这季总的品味还不错，满意。听说你搬新家了，不听告诉你的。搬个家还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藏男人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搬到了一个老相识家里，他这儿有洁癖，不喜欢别人上门，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我才不在乎你新家住址呢，我就是想我干儿子布丁了。要不把布丁接过来跟我住2天？哎，你搞清楚啊，布丁是我儿子，跟你住算怎么回事？那布丁还是我干儿子呢。爸爸，偷看是不对的。嘘，爸爸不是在偷看，爸爸是在监听可疑人物。你说谁可疑呢？哎，走走走。你跟谁说话？怎么有男人的声音？啊，没有，我看电视呢。先不说了啊，我要去洗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差点露馅，我得赶紧找回自己才行。哇，又活了1颗，有进步。爸爸，你为什么喜欢养薄荷呀？因为薄荷的香气让人安心。妈妈也很喜欢这个味道。哎呀，你被脚卸了，小的，关上，再给我动，再给我动。好，洗涤做完了吗？布丁，哦，一会儿给你布丁收拾。对了，我不该买的玩具，我这就收拾了。你看这孩子真有眼色，也不知道随谁。九九啊！你不管着他们就算了，你还陪着他们一起疯。你看看这儿，你看看这儿，满地的玩具，放在床上的东西你往地上扔，还有这些衣服啊！我花了1整天的时间收拾，现在全扫到沙发上，干什么呀？还有这个玩具，能不能放回去？这些衣服我收拾的好好的，颜色分得好好的，你全部扔在沙发干什么？季总，你居然会说这么长一段话！布丁，鼓掌。爸爸真可怜。季总，这极光项链该怎么处理啊？本来以为这个东西丢了，季氏跟安氏的合作就会泡汤，没想到这个安99竟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。安工作室在海外还挺有名的，他这个时候回来，该不会是为了报复吧？报复？那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什么破烂玩意儿啊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啊！救命啊！报复是吧？垃圾，垃圾！一定是的。谢谢。哎，你干嘛搞偷袭啊？我虽然是孩子他妈，但你也别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啊！非分之想。哦，我们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当年恐怕不只是想想吧。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安99，我喊那么大声干嘛？我刚哄他俩睡着。
我最近就是皮肤有点过敏，用了你2片薄荷。净损失23片薄荷叶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少？对，不就几片薄荷？你说什么？你说的稀松，有本事你来种。哼，我来就我来哦。你来啊！死鸭子嘴硬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要亲亲吗？怎么可能？快去睡觉，快去！晚安。晚安。不许动我薄荷，我就这个女人太不爱干净了。我的燕窝呢？哎呀！都在家闲了这么多天了，总裁都不用上班了。谁呀？先生订的花，请您签收。表面上对我爱答不理的，背地里搞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。想跟我复合呀？不过看在你是孩子他爹的份上，给你点面子。来了，花你好，您的薄荷。我，好，谢谢啊。这个是浇水的，这个是肥料，祝你好运喽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这个，我觉得我在照顾好薄荷之前，我还是先照顾好奥吧。妈妈，你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。嘘，妈妈至少还得再带你去买一套衣服。你扒着品味太古板了。走，给妈妈换衣服去。走喽。古板。布丁，你记住了，7分熟的牛排要在15分钟以内食用，否则会影响口感。边看动画边吃饭会更香哦。爸爸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不行，现在是工作时间。爸爸，你的工作时间还没结束吗？妈妈平时这个时候都在干嘛呀？你想知道？这样，爸爸你走2步啊！不骑大马我们玩别的也行。嘿，妖怪受死的！不对呀，超人为什么会用光剑？这不重要，你已经被我打倒了。好吧。困了？改天再陪你玩吧。买个衣服要这么久吗？老板，给我一份多醋多糖不加辣，谢谢。我们不是出来买衣服的吗？逛街当然不能只买东西，你要学会里面的随机和小确幸呀。没有计划，没有效率。你才多大？别跟你爸学的，天天老气横秋的。来尝一个，来路边摊位，细菌培养皿。哦呦，你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妈吃这么多年了也没怎么着，尝一个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妈不会骗你吧？你好，刷这个吧。你好，余额不足。妈妈没钱了。妈妈卡里有钱，刷卡吧。对不起，您的卡被冻结了。啊？用这张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逛了3个小时，啥也没买。货比三家，结账没钱。哎，这逛街当然要精挑细选的了。再说，我看这儿的成品还没我手工的好呢。走，我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金牌设计师。走，陈姐，最近进什么新货了没？喏，新货都在这儿了。这东城纺织厂米粒细绒布，进价也就25一米。还有这清苑毛呢厂纯毛巾纺，也就30%的珐琅毛呢品质，你标价180。还有这买布归买布，别咱是厂子呀，底价卖给你，行了吧？早说嘛，走，拿货去。用我的吧。哎，不用，这是我债主，我到时候得连本带利还给他，不划算。不用还，要还。随你。哎，怎么办呀？就剩这点钱了。
喂，还活着吗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说事。工作室的投资方约咱们见面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次有收款吗？给啊，合同一签，资金马上到位。我凯，我这次能不能脱贫致富全靠你了，你靠谱点啊！我尽力吧，拜拜。妈妈，我的最佳手办呢？等妈妈和凯爹把这笔生意做了，立马给你买，好不好？没事儿，等我2天。我来买。爸爸太棒了！这是我和儿子的约定，用不着花你的钱。拿走。到底谁买啊？我买。买。这么晚还不睡，你想干嘛？嘘，你要不要一起吃一点？晚上睡眠不超过8个小时会变笨，吃宵夜会变胖。好吃吧？吃点吧，这才几点？你尝一豆腐。看见没？哎，大哥，我简直就是个微辣呀！不至于吧？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说好的不吃呢？我再给你点一份。那倒不必。你说这一桌子的菜就能抵账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你白白浪费我1个小时，我没给你记账已经不错了。哎，季景晨，你这耍无赖的本事见长啊！你说，你这上赶着的做我债主，你到底图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布丁家长会你也要去啊？布丁转学后的第1次家长会，你应该参加。不是说好了不在公共场合公开我们的关系吗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总之我自己去可以的，你不许跟来啊！今天的家长会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各位家长填完问卷就可以回去了。哎，听说那是布丁和奥的妈妈靠着孩子进了豪门。不好意思啊，布丁跟我姓。生的孩子多又有什么用啊？主要是嫁对人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家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来操心。这球的两拨人怎么先走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啊！我不是说过不让你来的吗？哟，本事不小嘛。哎呀，我有事我先走。这组织两次，那挺厉害的嘛。他们是在给我介绍相亲对象，所以才针对你的吗？哼，你一个单亲爸爸，行情还真不错呀，季总。你有危机感了？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了法国，好吗？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别碰着，别碰着啊！我不想听你聊别的男人。你是我孩子的爸爸，但又不是我老公，你管得也太快了吧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布丁妈妈，爸爸，我这里需要对2位家长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了解。老师，他们是不是又在学校闯祸了？啊，那倒没有，只是2位在家冷战了吗？为什么要把爸爸妈妈分开换呢？他们在2周前还是陌生人呢。他不是冷不冷淡的问题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我们根本不熟。何止不熟，我俩连怎么生的孩子都不知道。其实我们还是在磨合期，说不定啥时候就掰了呢。那倒是。结婚这么久，还能有你们2个这样的甜蜜感，已经很难得了。甜。不愧是我的宝，画的可真棒。小心！小心这些摆件儿，都是绝版。哦，谢谢啊。他们2个不对劲，确实。
我们采用渐变玻璃制造梦幻感，虚实刚柔结合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。如果戚总不满意这个方案，我们备选方案里还有很多选择。戚总，你看，他们什么时候搭上线的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蠢货，需要我问你才查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去查。继续吧。我们最终要达到的是一种细腻以及流畅的感觉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安正国，喂，激光项链在我这儿，想要吗？乖女儿，好久不见了。谁是你女儿？激光项链的，还我！项链的事儿，等会儿再说。说吧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看吧，你们一家人也团聚了，咱们这个安氏集团也不太好，你能不能想都别想！我就是想过来看看外孙。安正国，我警告你啊，你离我们家远一点！你怎么说话？翅膀硬了，傍上大款了！季总，误会。给你30秒的时间解释一下盗用安99的身份骗贷的事儿。啊，是这样啊。你看，她是我闺女，我过来跟她借点钱，天经地义。安正国，你败光安家家底，还盗用我身份，你要脸吗你？你怎么说话的？30秒时间到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季总，误会啊，误会啊，季总，季总，误会啊！你没事吧？我不太好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和孩子们的。哎，谁怕了？我就是手有点疼。喂，季总，安正国因为盗用夫人身份被收押了。我卡解冻了。季景晨，你办事效率还挺高的嘛，把卡号发我，我现在还钱。不用还，给我做件衣服吧。做衣服啊，那得是另外的价钱。多少钱我给？无价。我的快递到了。你好。等一下，怎么来了？等一下，你不能进来。说好的没钱，住这么好的房子。哎，不许进去！你肯定藏男人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还不是我的好男儿，大半夜发消息说想我了。就是你，阿凯爸爸，你来啦！布丁，阿凯爸爸。没想到季总您就是给安99租房的老朋友啊。爸爸，这是谁啊？爸爸，这怎么还有一个布丁？你干嘛？你个渣男！你说谁渣男呢？就你呢！你谁呀你？都别吵了！男人真幼稚，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？你个抛妻弃子的渣男！你这个私闯民宅的小人！跟我走！不许走！你给我放手！你放手我就放手！都放手！有话好说嘛！季建晨，你当初对99做了什么事情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是不是男人？也没那么严重。我们家的事，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来管。外人？我跟安99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算个屁啊！感情可不是时间能衡量的。行，那我再问你，当初为什么抛下99和布丁呢？说。安99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走还是不走？我想留下。行，那我希望你这次不要后悔。安99，你真的愿意留下来吗？我想信你一次。给我做件衣服吧。那得是另外的价钱。多少钱我给？无价。口是心非的女人。新世界临海蓝山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带你见一个人。见谁啊？我妈。喂，这么突然？不是，我什么都没准备，我还穿着这样。没事儿，我要向你证明，你可以相信我。但是好歹换身衣服呀。走吧。
哎，怎么就你一个呀？奶奶好，奶奶好，怎么有2个奥啊？阿姨你好，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。你休想进季家的门，孩子必须留下，开个价吧。真是母子，买孩子的嘴脸都一样。阿姨，我有手有脚，可以自己挣钱，犯不着卖孩子求财。好一个落魄千金，跑来钓金龟婿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妈，九九是我的家人，我不希望你这样诋毁他。说到这个，你跟七瑶的婚事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奶奶，七瑶是谁啊？去年年会的时候抱你的那个漂亮阿姨，奥还记不记得呀？我不是奥，我是布丁。奶奶消消气吧。人不怎么样，孩子倒养得挺好。奶奶，你不要骂妈妈了，妈妈一个人在国外很可怜的，吃不好穿不好。九九，我们单独聊一下。知道为什么反对你们在一起吗？因为我和景晨门不当户不对。你们都还年轻，考虑的太天真，这样的婚姻不会有好结果的。阿姨，我相信季景晨。你信他，他未必信你。季总，这里找大红的医院找到选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妈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妈也没我想象中那么难搞。那就好。季景晨，你今天说想成为我的家人，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终于醒了。九九，我想要一个孩子了。我们已经有2个儿子了。可是我还想要一个女孩。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哇，好秀气啊！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？哎呀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我说的话让他为难了？完了完了，他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他可那么近，想干嘛？奇奇怪怪的女人又在打什么主意？算了，先工作。没事，你忙。你在躲着我？我没有。哎，我觉得你很可疑。我电话响了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你还知道接我电话呢？我以为你有了渣男早就把我忘了。怎么会？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呀。好了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收拾收拾。宾馆这次你可得给我安排最好的啊。做不习惯？没有。讨厌我？怎么会？那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出差。出差？啊，跟那个什么阿凯？对啊。不说了，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迟到了。哇，谢谢你啊，季总就是厉害。我先走了啊。妈妈，带我一起去吧，我想要他爸爸了。哦，妈妈这次又不是去玩的，很快就会回来呀。你在家好好陪奥奥，交给你了。爸爸，我想抱抱。来，哎呀，布丁，真乖，走了。听好了，阿凯不是你爸爸。小时候妈妈和阿凯背一条被子长大的。我再说一遍，阿凯不是你爸爸。季总，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吃醋这种行为，虐心又虐身，何必呢？不是说豪华套间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临时取消了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旅游旺季只剩了1间房了。老规矩。来就来。不是，我先不打扰二位了。
玩不起就别玩。事情已办妥，干得好。继续监视，我明天到。谁呀？你好，你的点心。哦，请慢用。谢谢啊。谁呀？您订的牛奶到了，我没要牛奶啊，谢谢啊。请慢用。要干嘛呀？你们房间的床单需要再收拾一下吗？有完没完？多久了？谁呀？这是我们的早餐券，需要换梳子吗？洗发水、牙刷，给您放进去吧。哎，不需要。最新的羊绒拖鞋，你帮我换了行吗？我又怎么了？您叫的客房清洁服务，我没叫客房服务。哦，你们水压不稳。没事，我就会修。哎，他还没洗完，你等会儿吧。哦，好。喂，你根本不是服务员，是你，晋晨，你居然敢跟踪我，你从哪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说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个渣男！哎呀！啊！我的腰！你转过去。拿来，我来涂。不准你涂。我来涂吧。不许你碰它。不准你碰我。拿来。你给，哎，你干嘛？给我的。闹够了没？你不捅了是吧？还有你，我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嗷嗷喝不丁的吗？你跑这来他们俩怎么办？我。两位好，请问点什么？你先点。我要一份芝士巨龙虾。这个。好，谢谢啊。跟他们的一样，再来一份。好嘞。你是跟屁虫吗？那你就是个。哎，你要没什么事你就早点回去吧。我跟阿凯在一起很安全的。安全？你跟他才不安全呢。我看这是你最危险。这蛋糕看着挺好吃啊。啊，是啊。来，我喂你。啊。好吃。你跟客户约了几点啊？得快点，别迟到了。我们来谈合作，他跟我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别生气了。你约的人什么时候来啊？季总，这位就是邀请咱们来合作的对接人季阳，季总。未婚妻啊，季总你好。锦晨，你怎么来了？应该我问你吧。季锦晨，你脸皮真厚啊！你是谁啊？敢这么和锦晨说话？季总，我朋友确实有点口无遮拦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。我凭什么要尊重你？凭他是我的人。那你玩够了，要早点回家啊。那个，我们今天确实准备的不够充分，合同的事情以后再聊吧。走，阿凯。九九，锦晨，你不要相信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有问题。我的事你少管。安99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那七瑶分明对季锦晨有想法，你还坐得住啊？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都要泡汤了。对啊，七瑶是我们的甲方。你才想起来。安小姐，今晚7点，最佳楼见。七瑶约我见面。这份合同代表了我们的诚意，希望我们不计前嫌，达成合作。季总，我真的很看重这次与七师的合作，只是我希望能做到开诚布公、就事论事才好。安小姐，抛开个人感情因素，我还是很欣赏你的能力的。谢谢季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这个合同不能签。跟我走。你干嘛？回去说。季锦晨，你干嘛？
车。你要干嘛？季锦城，我是在工作，你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？什么无理取闹？你跟那个阿凯住在一起，我无理取闹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那你呢？你跟七瑶天天出双入对的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什么出双入对？那是我妈妈给我强塞过来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又是你妈！你阻止我们的合作不就是心虚吗？我心虚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往那方面想？根本没有那回事。要不然呢？哎，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？我不想再让你在我和你家之间2选1了，我们就到这儿，可以了。哎，冷静。你干嘛？你干嘛想不开？帽子掉了，我想下去捡嘛。啊，我还以为你要做傻事呢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别人结婚，你怎么喝这么大？可惜哦，你想结婚呢，只有嫁人了，不像我，永远都没有人在乎我。我就很在乎你啊。锦城，你想成为我的家人吗？我已经是了。你看我干嘛？如果我说我想吻你的话，会不会像一个变态？天空湛蓝的让人沉迷，清澈让人妒忌。等到樱花盛开时，我就会去看你，带上思念和勇气，人群中分享你。站在樱花树底，像等我般的世纪，你的脸闭着樱花，还有泪滴温暖雨季。999，999，安99。医生不可能把孩子带走吗？不然呢？留在这继续碍眼吗？你都已经有钦定的未婚妻了，我想及时止损不行吗？只要不是我未婚妻，她不是。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？我可以为了你放弃回季家。我不想再让你在我和你家之间2选1了，我们就到这儿，可以了。哎，锦城，你醒了？你刚刚一直在做噩梦。99，还好有你在我身边。谁想在你身边啊？你差点把我都送走。你什么都没想起来？记得什么呀？就以前我们在谢里岛，我们度过了整整1年。好了好了，你这病刚好，好好休息，别胡思乱想。我给你换杯热水啊。可是，脑科学家说过，车祸发生之后，很多人都会产生恐惧记忆，身心重创会导致记忆消退的症状。但当恐惧重现时，一般都会恢复记忆。那为什么我在车祸后恢复了记忆，而他却什么都没有想起来？要不我们想想别的办法？季锦城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吓唬我。讲。哇，你这什么打扮呀？你过去说这个颜色很衬我。不可能，我不允许我的审美这么离奇。这小东西挺别致呀。你以前也说过，你最喜欢向日葵了。我最讨厌这些没香味的花了。话说季总，你这外卖是在哪儿点的呀？外卖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这恢复记忆还能打头阵督二脉，陈出神了。试试。有没有一点点熟悉的味道？熟悉啊。熟悉，太像了。这个戒指，像不像当年我们一起做的？可能是吧，不记得了。手给我，给我。真好看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起什么？这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戒指，重新做了吧？重新？
你是？那还你，我去倒杯水啊。季总，您都这么努力了，安小姐似乎还是没能恢复记忆。想不起来没关系，人生的路还很长，我们有的是时间创造新的记忆。季总，我们继续想想别的办法，安小姐一定会记起来的。喂，你说。2个消息，坏消息是咱们的方案季氏没跟上，好消息是季氏给了咱们次机会。季氏，季锦城放水了？这次是季董给我们下的指令。我这怎么听也像是2个坏消息啊！安小姐，请坐。我受季董的委托来参与这个项目的审核评估。安小姐，我似乎对你的能力预估过高了。七氏作为季氏游乐场项目的投资方，是不会为这种垃圾买单的。从季氏的角度来看，这份方案其实已经非常完美。季总，这是工作，你不要被私心左右了判断。我的私心就是看重人才。季总，您放心，这方案我一定会修改，保证让您满意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你赶紧去睡吧，这大半夜的别陪我熬了。夕阳说的也不算数，我说的才算。那也不行，我不想靠别人，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实力。啊，可是这灵感为什么就是不来呢？啊，既然没有灵感，在这耗着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我们去找点吃的。我一直以为季总永远不会因为我们变为张继呢。你喜欢的呢？那我当然要试一下。可是现在这么冷，我们去哪逛啊？只有天气冷，才可以互相取暖。你嘴巴没擦干净。这边也要擦擦。去茶水啊。别走了。好，我不走。你梦到我了吗？时间还早，再睡会儿。喂，大哥，你注意分寸啊！昨天晚上可是你叫我陪睡的。我怎么可能？那我让你清醒一下。记醒呗！啊！最终方案确认了。灵感突然就爆发了。寻找大人表象下长不大的小朋友，延长童年赏味期。对啊，因为我发现每一个大人长大后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藏起来，变得言不由衷、瞻前顾后，所以我推出了这个主题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这什么呀？怎么看动画片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呀。这不知道。安大设计师的方案真是精彩，就是带我们大家一起看动画片吗？别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是你？好了好了，会议结束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备用资料忘在家里了。谢谢。抱歉啊，各位，刚才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我们继续。
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回童年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。安九九确实让人惊喜，你眼光不错，好好珍惜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季锦晨早就秘密安排了律师争夺2个孩子的抚养权。为了预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提前喝一杯。太烧糊了。啊，鱼！哇！哎呀，以前在西里岛野餐的时候，你也总把鱼烤糊。你恢复记忆了？什么时候？度假村车祸的时候。你早就想起来了。那你为什么骗我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居然又傻了一回，我真的相信你对我余情未了。没想到6年过去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依旧要被他骗得血本无归。九九，九九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俩的感情就像这盘鱼，即使我再努力想把它做得美味，到关键时候总是会错了火候。季锦晨，我不想陪你再演下去了。九九，九九，九九，我承认那份律师委托书是我的，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，我以为你就是个骗子。我也是为了孩子才去咨询律师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。是，你是为了孩子，你为了孩子假装懂我，假装爱我，想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2个孩子偷窃走是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？就算你失忆了，你不记得以前的事，我们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你还是不肯相信我。是，我相信你，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，我才跟个傻子一样跟着被你耍团团转。让开！把他交给你的人，他就是想离间我们，他不安好心。对，西瑶他不安好心，你就安好心了吗？我不许你走。让开！我不要跟着我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妈妈有事出去了，等会儿就回来。啊，我还带了奶奶包的饺子呢。你和傲傲一起吃吧。好吧。爸爸，妈妈去哪儿了？看来是被爸爸气跑了，还打包行李走了。你放心，爸爸一定会把妈妈找回来的。你们再去爷爷奶奶家住几天好不好？哎，不是刚回来吗？小少爷，等等我。安九九不在我这儿。哎，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。知道也不告诉你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开个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什么条件都可以。洗完了吗你？肩膀有点酸。啊，舒服。往上点，往上点，上面上面。哎，轻点，打团呢。你说，要是这个时候烧壶热水泡泡脚就好了。你说呢？哎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要是这个时候再有人给我按下，好好欣赏吧，看什么？哎，好好好，你还真按？我怕到时候安九九又找我麻烦了。哎，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发生了什么，你最清楚吧？我需要你提供补充视角。我猜你一直找各种借口，不肯带他和孩子回国认祖归宗。他心里没底，又加上产后焦虑，还听信李楠未婚妻的鬼话。不是未婚妻，反正就是7要挑拨的。季家不可能接受你的，如果你继续纠缠，就是逼他在你和季家之间做选择。
我相信锦晨，他会处理好我跟他家关系的。我是锦晨的未婚妻，他的性格我最了解，为什么不敢告诉你实情呢？就是因为他不敢离开季家，而季家也离不开他，而你，就是这平衡的破坏者。他害怕连累你，所以当年才选择主动离开。我不想再让你在我和你家之间2选1了。心有初起，我以为安九九和布丁已在车祸中丧生，便只带走你和傲。安九九和布丁在车祸里幸运蛋蛋不死，到底都发生什么了？只是医生说他已经失去了那段时间的记忆。安九九，到底孩子爹是谁都不知道。要不是我靠谱，明年就是我给你扫墓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当年出完车祸以后，是七瑶带着我和傲傲回国的。从他口里转述的安九九，就是一个以傍大款和骗钱为生的女人。季总，您在车祸中头部受了重伤，医生说您可能会出现失忆的症状。那个女人就是携子要嫁的骗子，她拿了我的钱就和她前夫跑了，根本不管这个孩子的死活。那个女人是谁？安九九，安九九，颇侯，你可治罪！怎么喝成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眼前一片漆黑？点灯了吗？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啊？你睁开眼睛看看呢，我在这儿呢。是你跟别人在一起看星星看月亮，我终究是你可有可无的小妾。不是，我是皇上，臣妾的一片真心，终究是错付了。好了，哎呀，时候也不早了，爱妃你也早点休息吧啊。晚安。怎么又是你？你个大骗子！你不能可着一只养好猫啊！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可是我还是好想啊你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相信你，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。昨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了？这撒开！你别过来啊！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头发吹干，小心感冒。我自己来。别动！孩子们吩咐让我照顾你。你说你现在上杆子讨好我，有用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误会你，怀疑你，算计你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和阿凯最近复盘了一下当年的事儿，就发现我吧，总是喜欢把事情解决，给你一个结果。
却忽略了你的感受，让你没有办法参与，没有安全感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会用余生慢慢补偿你。其实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我总是把事情藏在心里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变得敏感多疑。既然我们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那和解。就只是嘴上说说。开张。极光项链，好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让安99给我消失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等你下班。安99，你可让人好等啊！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却联合外人把我关进局子里边去。不过我呢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才是小人呢！先别着急，妈妈，你想不想要你妈妈的遗物啊？安正国，你都已经骗过我一次了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安99，你别太过分！安99，安正国，你想干什么？季总，误会，你们两个人在，我走。你没事吧？以后遇到安振国，直接叫我。我没事，倒是你，现在跟齐瑶闹得那么僵，难保他以后不会针对你。齐瑶的背后可是妻室啊！我不在乎，重要的是，我爱的女人不能为我受委屈。我爱的男人更不能受委屈。布丁，跑哪玩去了？布丁，想见孩子们的话，不要抱着，往里边。这是我买给布丁的手表，我们分头行动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行，你也是。别过来！安正国，这事跟孩子没关系，把孩子放了。先把这个协议给我签了。你真是贼心不死，一定要把我妈给你产全吞了，你才甘心吗？不要谈条件，签了文件。妈妈救我！我签。妈救我！我签好了。好，拿过来吧。不可理喻。别打了！你们没事吧？啊？我们都好着呢。怎么随便就跟别人跑了呢？我们想妈妈了。妈妈以后再也不离开我们了。耶！终于回家了，这一天过得可太刺激了。做小孩真好，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就是个刺激的小插曲。安振国这次涉嫌绑架和强制交易，没那么容易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布丁，别乱跑。布丁，要干嘛？妈妈，你看，是我啊。无聊。安99，我们生活中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插曲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他不愿意。你现在还在回去？如果他知道跟你结婚会给季氏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你觉得他还会同意吗？况且戚氏是季氏的第2大股东，如果我们撤股，即便是你，也要头疼一阵吧。锦晨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么爱你，只要你低头认个错，我什么都会原谅你的。而且保你家人再不出什么意外。
家人是底线，你已经越线了。季锦晨，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巴掌我早就想打了，我说过，谁敢动我儿子，我跟他拼命！我看你们两个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孩子们都睡了，刚睡着，唉，累死我了。我小声点，刚睡着。走，回房间。你看看，极光项链，你从哪儿拿来的？在恩正国那搜到的，没准还跟戚瑶有关系。谢谢你啊，你替我实现了一个我想了好多年的梦。是我要谢谢你才对。谢我？因为你帮我找到了我最爱的宝贝呀。我是宝贝啊。慢点啊！前面手机。天天早出晚归的，原来在这儿呢。男人果真得到以后就不珍惜了，没好东西。小心门啊！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谁啊？他是我一个。哎，怎么了？到了给我发信息啊！好，拜拜。西施的新武道还长本事了呢，知道跟踪我了？谁跟踪你了？我就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。男孩子一个人出门在外很危险的，知不知道？啊，知道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戚瑶之前不是撤资了吗？游乐场的项目出现了很大的资金缺口，银行的款也被我放下来，没办法，只好拉了一个新股东。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有事一起扛啊！有我呢。哟，我们家九九现在长大了呢。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占我便宜啊？好，你站回来。安九九，你就不应该再出现。下来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叫我爸，把他带回去关起来。好的，老板。别在外面给我丢人现眼。像个外人呢。锦晨呐，我休养的这几天，瑶瑶给你添麻烦了。要不是你查出她背后的小动作，还指不定惹出什么大祸呢。可不要因为她影响我们两家的关系啊！我认为，戚总的接班人需要更聪明的年轻人。瑶瑶她妹妹回国也有一阵子了，是时候应该让她接手公司的业务了。对，钱呢？谁说要打水漂了？不就是资金缺口吗？我来填。安小姐，别说笑了，你一个小设计师哪来的钱啊？别以为当了季总几天女朋友就把自己当根菜了。哎，稍微修正一下，她现在不是我女朋友。我是他老婆，合法持证上岗。我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安氏继承人，被黑金继父征战全场这么多年。我现在终于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，所以游乐场项目可以继续。安小姐，这是你母亲给你留下的遗产。应该资金到位了。是啊，够了。那不是你妈妈给你留下的吗？什么你的我的？要不是你帮我，我也找不回这笔秘密遗产。知道，现在我有钱了，以后我罩你啊。我会还你的。还我啊？随便。走。好肉麻呀！他们这是拿错剧本了吧？
多谢夫人鼎力相助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？旅行，旅行？蜜月旅行。好呀，去哪儿？还没想好，不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好。菜来喽！火候刚好，吃吧。不错呀，季先生最近手艺见长啊。那还不是季太太调教的好吗？哎，发挥失常了。菜正常的。你猜弟弟还是妹妹呀？我猜是弟弟妹妹。你说，你这上赶着的做我债主，你到底图什么呀？你看我干嘛？如果我说我想吻你的话，会不会像一个变态？天空湛蓝的让人沉迷，清澈让人妒忌。等到樱花盛开时，孩子们都睡了，刚睡着，唉，累死了。